有的人呢，他明明是个狗熊，却偏偏自我感觉是个英雄。那此刻你脑海中浮现的人是谁？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5月31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今天呢，咱不聊时政，聊一期轻松的话题，没啥知识点，但是特别下饭，就是我眼中和你眼中的英雄、枭雄、狗熊是不是一致的？咱们先说一个概念哈，什么人能称之为英雄呢？在我感觉啊，他自己能够活出自我，普通人就是英雄。如果说掌握了一定的职务和资源，能够调配社会资源，他的行动和言论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啊，能够对世界的和平和经济繁荣做出那么一点点贡献，他就是个英雄。如果说按这个标准呢，我给你举几个，看你是不是有同感。第一个啊，我认为乌克兰总统小泽他就是个英雄，他不仅仅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他更是抵抗暴政的全民的英雄，全球的英雄。这种英雄啊不好当，穿梭于世界各地，为了自己的国民求一条生路啊，到处是纵横捭阖，有的时候还要经受别人难以理解的忍辱负重。你看，在2月28号那天，被人家问啊有没有说谢谢，为什么不穿西装？换你能忍得了吗？反正我忍不了，当场我就得给摔杯子。但人家为了国民的利益啊，据理力争，还是忍下来了，不容易吧？再者，从战争到现在，他经历了无数的暗杀，明枪暗将，包括总统卫队里都有内奸，容易吗？再就是呢，他每天坚持给自己的国民啊报平安，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们仍然要坚持下去。我认为真正的是个英雄。第二呢，我认为现在英国的几任首相呀都是英雄。现在是斯坦默尔，当老美退缩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不仅仅是说他当初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这个有合约的义务，更是在别人退缩的时候，他选择了挺身而出。我认为这是个英雄。第三个呢，就是现在德国的总理默茨，不容易啊，因为昨天他的文化部长提出要对美国的企业在德国的发展啊征收10%的数字税。因为什么？因为德国总理默茨接下来啊马上要来到白宫和老川谈判的，在谈判之前啊一直是老川给别人玩的下马威，现在啊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我就要征你科技公司的税，看你怎么样吧。还有呢，德国呀也承担起来支持乌克兰欧洲强国的力量。莱茵金属啊确实是在前天宣布要在乌克兰发展这个远程武器，这个啊是切切实实的安排。第三个英雄应该说是加拿大的现任总理，叫卡尼。这总理啊当上确实不容易，因为他最近发出个言论呢，接下来他要主持召开 G7 峰会。这次啊他是主席国，这个是轮流的哈。这次他就不顾老川的反对，他执意邀请小泽参加这次峰会。按说呢，乌克兰并不属于 G7 成员国，但是啊，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可不管你老川同不同意，你烦他那是你的事儿，我就是要尽这个地主之谊，我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卡尼不容易吧？当然了，他的底气来源于第一季度他的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 啊不降反升，别人都降，他升，G7里啊他能排在第一，这点是超过了美国的。经济提升啊，你关税来压我，你想把我成为你第一个51个州啊，我经济没受影响，是因为它大力发展了欧洲市场，因为资源性国家，你慌什么呀？你底下有石油天然气，有森林，你不卖美国，你可以卖欧洲啊，实在不行再加入欧盟。所以加拿大呀有一片新天地等着他去打。好，当然除了这些人呢，还有日本的首相石破茂，这不存在上赞歌的意思啊。
任何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给世界人看的。因为日本在上周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金额最高的国家之一，由原来的72亿达到了110亿美金啊！因为他并没有说我只是东亚一个国家，你欧洲打仗跟我没啥关系，我一个子儿不掏，不是，他没有龟缩在东亚，他发出了自己的力量。小度，关机，大爷的！好，除了这几个呢，我认为还有一个平民哈，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北京西城区居民徐先生，他呢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为这个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向泽连斯基和所有保家卫国的乌克兰勇士和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小度，关机。小度，关机。录节目的时候以后不要出现，大爷的！好，听我节目的人啊，都是自己的粉丝，咱也不重录了啊。这确实是个小插曲，生活嘛，总是充满了一些小插曲。好，咱们再说这个，我就不列举了啊，因为你心目中也有不同的英雄。咱们说一下，什么人要称之为枭雄啊？我个人理解是，在动荡的局势之中，不管国民如何，他自己啊由平民掌握了权力，这种人呢，可以暂时称之为枭雄。在这儿呢，我也有几个案例。第一个呢，就是尽管他掌握权力，或者是在为自己国民争取权益过程中，有的方案呢行动啊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道德，但是啊，你侧面看也是有情可原。比方讲，印度的老仙莫迪，他呢是两头吃，一边低价买着大额的石油天然气，为什么呢？他倒卖啊，他买完了以后自己用不完，他可以倒卖，在客观上对大额形成了经济支持。但是呀，他又慷慨的向乌克兰大肆的销售炮弹，他两边都吃。另外呢，他给自己国民也争取了一个包工头的机会，在2024年底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应该签署了一系列的意向协议，这个协议就包含了战后重建了一些工程。因为印度啊，它人口多，10几亿人，也是一个建筑的大国，要给自己国民啊争单子，拿单子。那第二个呢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他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边低价买着大额的石油天然气往欧洲卖当中转商，第二呢，他也保证了黑海港口的畅通，为乌克兰出口粮食啊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外，他也大量的销售无人机给乌克兰，这也属于两头吃的。第三个呢，应该是叙利亚的啊，这算是一个后起之秀，现任领导人吧，他叫做沙拉。在战时的时候，他化名叫朱拉尼，本质啊是一个人。他呢出身比较复杂，中间也加入过这个基地组织，也加入过一些极端组织。但现在啊，他经过了综合的权衡，发现呢，得把那长袍脱了，换上西装领带，要投靠文明。因为在上星期啊，他也干了一件大事，我认为对于叙利亚的国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新的时代。他开启了一个博览会，广纳贤才。第二呢，让这些企业来叙利亚投资，这国民啊重新要开始。大家知道，在上一任总统阿萨德期间啊，人们就只有大饼吃，没什么牛奶、蔬菜、牛肉。你想什么呢？富户都吃不了，穷人也只能吃那种大饼。现在啊，过上好的生活，我想国民至少有个盼头，就是牛奶、面包、牛肉啊，实现自由是可以的。叙利亚有一个人的变动啊，也走向了改革开放，大家心里应该有概念。好，咱们再说一个卡塔尔的埃米尔，他们不叫总统，叫埃米尔。他最近送给了老川一架4亿美金的飞机，那你说他怎么能称之为枭雄啊？这笔买卖非常划算。
他换来了老川对他的经济的解锁，原来是封锁的。第二呢，卡塔尔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接下来老川承诺要100亿美金级的投入，这儿很明显，你美国的军事基地投入，客观上我的军费不就省了吗？送出了4亿美刀，换来了100亿级的回报，这也算是个小枭雄。最后咱就说一下，既然有英雄枭雄，他必然有狗熊。这狗熊的特征就是平时人五人六的，但实际上这种人呢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整天神出鬼没，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鬼鬼祟祟的。而且往往呢，世界上出了啥坏事跟他都脱离不了干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抓那棍子的话，他总是抓有屎那头。好，咱们举几个例子这种人的行为和言论轻的是为自己的国民带来了灾难，重的为世界也带来了灾难和不确定性。首先说，现在第一大狗熊我就认为是那个普大帝，自己的国民伤亡了超过了100万，伤70多万，有20多万人是永远的这个失去了生命，这是20多万个家庭而且这种大多数都属于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平民。你视自己的国民生命如草芥，如肥料，如炮灰，如蝼蚁，这样的人在我眼里，你无论啥职位，你都是狗熊。有本事你出来到处走走，你不还是在你地堡里待着吗？第二呢就是跟人家见面的时候弄一超长的桌子好几十米，你怕什么呀，对吧？第二呢是不靠谱把上几十人留下来的国际声誉搞丢了，签好的合同布达佩斯备忘录也当废纸了，只为了利益你明明是个全球大国，有道义责任，他偏偏想偏安一隅，想过自己小日子，那怎么可能呢？也辜负了国民的重托吧。第三个呢，那还是说马斯克，你明明做生意还行，有创新精神，但你用那套方式去参与政治，去改革政府机构，那你们瞎搞，瞎鸡巴乱搞嘛。结果是什么？像欧洲的，像非洲一些贫困地区的疾病无法医治，造成了传染，最终它终究会传染到欧洲，欧洲也会传染到美国，你还是打在自己脸上。有些国民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养老医疗的教育少儿的福利都被他给砍了。你砍的东西最终如果美国的社会治安受影响了，你还是这帮富人，你逃脱不了干系的。好，那我们再说第四个那还是金三胖。他呢在别人做入侵国家的时候是为虎作伥，是明目张胆的出人出炮弹，助纣为虐嘛。那你说换来的钱改善民生吧，还算是个好事。实际上他把这钱并没有改善民生，倒是给自己的威权加了码。军舰呢像下饺子一样，对吧？又要开始玩潜艇，又要玩核武器，你本身给自己的国民是个祸害，对东亚的安全局势它也是一个祸害。好，那除了这几个人呢，可能还有一些狗熊咱就不一一列举了。最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他这个狗熊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同样，泽连斯基的英雄，他的背后是乌克兰人民英雄。因为在汤因比有句话说，一个民族的苦难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如果文化不改的话，这种变革不可能产生。在这儿呢，我想举2个例子。二战时期德国纳粹，那你说希特勒是石头缝蹦出来吗？不还是德国人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吗？当时当然有一些缺陷，说明当时德国民众他不成熟。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日本，那不光是首相的问题，不光是天皇的问题，是你整个民族陷入了癫狂。那你怎么才能改变这个东西呢？没有外力是不可能改变的。那德国的改变是盟军把纳粹赶下台打败了，是外力吧？
第二，麦克阿瑟呢是强压着天皇和日本民众由来宪法，他们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再也不玩军国主义了。所以说，一个民族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多多少少要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也要借助于外力，不然的话，你靠自己只能陷入一个死循环。好了，我明天想分享2张图，就是未来的25年和100年世界人口的预测。到时候第一大人口国仍然是印度，但第2大人口国和第3大人口国，你知道是哪儿吗？如果你感兴趣，咱们明天见。另外，你眼中的英雄、枭雄和狗熊都是谁？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明儿见哈。